女儿如产品，父母期望女儿能以换取牛的方式成婚。14岁的艾玛成为这场交易的焦点，尽管她热爱学习，但命运却被2个男人决定。在交易中，她的未来变得轻而易举，面对欢乐的谈判，她却默默翻阅自己的课本，因为她知道嫁人后将失去学习的机会。这里的女孩被视为交易品，12岁起，父母就开始计划用婚姻来换取更多的牛。在这种环境中，女孩的感受被忽视，生活被当作正常。然而，坦桑尼亚的法律对同婚有了新规定，不满15周岁结婚将面临严重处罚。在同婚受害者的收容处，115名女孩互相支持，接受教育。13岁的朱莉是其中之一，她的父亲因强迫她结婚而被捕。这场婚姻失败使她来到这个特殊住所。有些父亲认为女儿的价值远不及母牛，甚至以女儿换取大量牲口，表现出冷血的现实。在坦桑尼亚，提倡女孩学习常被耻笑，而父母强迫女儿嫁人的选择被质疑。这种思想使女孩变成交易品，而不是个体有独立权利的人。艾玛成为父母谈判的对象，她对未来失去了掌控，而这种观念在社区中得到了接受，加剧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被动地位。卡玛的人生旅程充满坎坷，被父亲强迫嫁给工地上的男人，婚后一直受到虐待。保护所的人员得知情况后将她带回，解救她免于婚姻的苦痛。卡玛的姐姐也曾被父亲嫁去，生活辛苦，但她的勤劳和善良却引起丈夫和同事的羡慕。这样的情况引起了人们对是否有卡玛这样的妹妹的好奇。很快，卡玛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卡玛的父亲为了几头母牛，再次强迫她嫁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中年男人。卡玛的母亲内心矛盾，她感到内疚却又无奈，这是一个母亲在家庭责任和道德压力中的无奈选择。即便卡玛遭到丈夫和亲家的殴打，她也选择忍耐，将这看作是她存在的意义。即便丢脸，也要继续生存。每年回家时，卡玛受到村里人的热烈欢迎，她变得比结婚前更加漂亮，成为村里人仰慕的对象。母亲为了女儿的婚事卖掉了男方送的母牛，用于支付卡玛婚礼的花费，剩下的则作为对亲家的赔偿。母亲在相关部门的教育后，对卡玛的婚姻态度有所改变，她鼓励卡玛完成学业，追求自己的幸福。然而，卡玛对婚姻充满畏惧，因为过去的婚姻多次伤害了她，让她对未来的婚姻失去信心。早孕积极人士的故事开篇描述了她曾被父亲用10头母牛交换的命运，最终因为她的报警而保住了自由。她曾成功解救过艾格尼斯，阻止了她的婚礼，导致艾格尼斯的父亲被法院判刑2年。然而3周前，艾格尼斯的父亲因患慢性病提前释放。积极人士试图修复与艾格尼斯父亲的关系，但2人的关系已经破裂。艾格尼斯与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，仿佛婚礼从未发生。2人见面后，尽管握手，但艾格尼斯的父亲选择转过脸，表达了对积极人士的怨恨。积极人士试图解释他阻止婚礼的原因，强调作为长辈应该让女孩过上更幸福的生活。故事中的露西刚刚被解救出来，她在结婚当天被警察拯救。她的父亲因为未成年女儿被强迫婚姻，可能面临30年的刑期。露西的父亲表示自己穷，无法供女儿上学，对女儿嫁人表示理解。工作人员告诉他，过去的风俗已过时，现在的法律明确保护未成年女孩，强迫婚姻将受到严惩。工作人员试图说服露西的父母，女儿是比母牛更有价值的存在，将来老了需要照顾时，女儿比儿子更细心可靠。然而，一些地区的村民仍然强烈反对结束同婚，认为传统包办婚姻并没有错。警方存在贪污问题，有时会帮助伪造女孩年龄以逃避法律追责。视频最后，露西的母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带着一些衣物去看望露西。她告诉女儿，父亲已经被释放，让她不要担心。母亲表达了对女儿的关心，表示有一天会去接她。露西因此放下内心的石头，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。故事结尾呼吁父母早日认识到女儿和儿子同等重要，坚持用爱来养育，因为每个孩子都应该被父母深深地爱着。婚姻成为女孩的出路，却将他们推向早婚早育的命运。这一现象在坦桑尼亚村庄司空见惯，女孩在未成年时就被迫结婚，牺牲了个人发展的机会。这种文化认为女性的主要价值在于生育，而非追求个人梦想和教育，但需要更广泛和深入的变革来实现真正的平等。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个在某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即女性被视为次等，
以至于她们的权利和人格被忽视。艾玛和其他女孩的故事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努力地促使性别平等，并为那些被童婚困扰的女孩争取更好的未来。